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期视频我想分析评价一下零度老师的这个视频，没错，就是自建机场。当然，我要给这个视频的质量给出极高的评价，而接下来我也要将从使用感受、适用人群以及安全性等方面来分析讲解。我先声明一下，零度老师也是我比较喜欢的科技博主，我也在他这里学到了很多内容。大家如果还没有听说过他的，可以去给他点个关注。这里我就不抢零度老师的风头来教大家怎么搭建了，大家可以去看他的保姆级教程，已经是讲得特别的详细了，几乎是喂到嘴里。具体的核心源代码地址是当前页面，也就是通过这个 EDGE-TUNNEL 提供的边缘计算隧道来搭建个人 IP 的最终产品。有想研究的大佬可以来这里观摩一下。大家跟着零度老师的视频配置完之后，来到自己的设置界面，也就是你在 Cloudflare 配置好的完整地址后面加上-admin 就行了。如果不记得密码的话，可以回到 Cloudflare 里面的计算对应的域名，然后在自定义选项那里查看 admin 对应的值，那个就是密码。按到优选订阅商城这里，就按零度老师所说的新手小白直接选择随机优选，然后再点击右下角的保存按钮即可。额外提一嘴，指定优选端口最好可以选择443，因为它对应的是 HTTPS， 也就是加密链接。现在就可以在获取节点链接模块复制订阅，导入自己的工具。如果是使用手机，比如说苹果的话，就直接使用小火箭开配置选项，然后选择右上角的加号，导入那个链接即可。要是还是觉得麻烦的话，也可以在获取节点链接点击二维码，小火箭则在配置的左上角点击扫码，也可以快速导入。我这里选的是30个数量，普遍延迟相对还不错。而 PC 端则用 FLCrash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先同步一下这个节点，然后来到代理这一部分，刷新一下延迟，随机选择一个节点，然后来到仪表盘，目前的 IP 是新加坡。接下来正式验证一下安全性，首先是这一组新加坡节点。进来到这个可以检测 DNS 是否泄露的网站，目前可以看到是清一色新加坡 IP。如果说安全性有问题的话，这个罗列出来的 IP 就会显示中国的地址，而目前这个节点是没有的。为了进一步验证节点的安全性，继续来到这个网站来查看一下该节点的欺诈分数以及风险。这个节点出乎了我的意料之外，居然是0分。它的显示报告很明显是对的，却使用的是 Cloudflare。刚才测试的是新加坡节点，现在再重新找一个新的，再刷新一下延迟。好的，目前使用的是一个美国节点。又来到这个网站测试一下刚才选择的美国节点是否有泄露 DNS。 好的，加载完毕，目前没有泄露自己的 DNS， 也就是没有显示中国的 IP。 接着来到这个网站，不过目前测试到刚才美国的地址欺诈分为10分。好消息是它的风险还是比较低的，从门面上来看好像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目前已经测试的国家节点有新加坡以及美国，为了排除掉巧合还有偶然性，这必须测试第3个国家的节点。好的，成功刷新出德国节点。好的，当前使用的德国节点也没有泄露自己的 DNS。来查看一下这个德国节点的风险和分数。
风险的欺诈分和美国一样都是10分。运营信息以及 IP 地址都是对的。那么接下来我将通过这一个搭建的节点，沉浸式的刷 TikTok 视频以及直播和 X 平台的推文。首先更新一下节点，然后再点击一下连通性测试，随机挑选一个节点。来到 TikTok， 刷新一下当前页面。ジバとかは中国では其实手机不下载小火箭也是可以连接 VPN 的。来跟我一起，在台北。我话给你撂这儿。日本国債 2.5% 突破。我讲。接下来是刷 TikTok 的直播。为什么我讲出来都这么好笑？就像新加坡，那也是在我们家反馈。of partnership. 将当前的直播画质切换为原画。点个粉丝灯牌，感谢大家。Welcome。If you are， 然后测试一下 X 平台。哦哟。从刚才我浏览的这2个海外平台的流畅度来看，无论是视频还是直播以及文字，几乎是可以媲美国内的响应速度了。后来我再补充一下适用人权以及一些个人的看法。目前我所做的测试安全以及使用感受只是表面现象，并不是说我所验证的内容它就一定能够代表绝大部分人的实际情况。至少我能确定的是，这个自己搭建的节点已经能够满足绝大部分白嫖党的情况了。大部分墙内出来的人要的只是能够为了浏览外面的自由信息，而且这个搭建出来的节点可以打开几乎所有的海外平台。关于这个节点，对于只是为了满足浏览信息的朋友们，我给到夯。再向前一步推进，那就是属于那种我既要看还要评论2句的朋友。对于这一类人群，我给的建议是可以，但是最好不要见证，就是发表那些容易被喝茶和被铁拳的内容。先不说它的具体安全性，现在可是强力打击爬出来的人。由于目前还没有出现什么问题，我对于这类想要使用这个节点做这个事情的人群，先给到人上人。再往前一步，如果是说要做海外平台，比如油管以及 X 等等，那我完全不会去建议，甚至是反对。我给出的理由就是，即使这个搭建的节点速度很快，欺诈分数风险都很低，每天也都会提供24TB 的共享，但它并不是家庭宽带 IP， 而且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那就是你能连到哪一个国家，完全要看运气。因为它并不像正常的套餐一样会显示这个节点对应的国家或者地区是哪里。当然了，我说的只是针对关于搭建梯子的小白，因为大佬可以去面板里面设置相关配置，以满足自己的需求。那么关于要使用这个搭建的节点来运营自己的海外账号的人权，我给到 NPC。在当前强烈打击 VPN 的背景情况下，这一个节点我觉得已经是可以满足绝大部分需要白嫖的小白了。我依旧是10分的推荐，
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出来瞎操作的。那么感谢你的观看，